哟，我来了，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这次不讲交易策略，这次准备了一套完整交易系统的清单给到各位，各位朋友完全可以依此建立一套专业交易员的交易体系。交易策略和交易系统有什么区别呢？只针对特定品种、特定周期、特定行情的战术叫做交易策略，能针对不同品种、不同周期、不同行情去制定不同交易策略的操作体系，才能够称作是交易系统。接下来我就向大家展示一下一套完整的交易系统是怎样运行的，而你要做的就是打爆我的订阅按钮，对，现在就打。想要进行一笔交易，操作流程可以分为交易前的准备、交易中的执行、交易后的复盘三大部分。首先说交易之前的准备工作，每次交易前，我们都需要把所有要做的品种的日线、4小时、1小时、15分钟图表依次看一遍，这样就可以对当前市场的行情和之后一段时间的多空方向和涨跌幅度有一个大概的判断。根据这个判断，就可以决定接下来是做短线还是中长线的操作。如果是要做中长线，还需要特别留意市场热点和消息面的动态。接着，我们要把在选定品种上如何做交易的计划写下来。交易计划要具体到开仓的依据、入场的时机、概率的评估、下单的仓位和平仓的位置，5个步骤缺一不可。比如以比特币为例，我们现在已经观察完大小周期的图表，并依据均线或者波浪等方法判断出当前比特币大周期呈上升趋势，粗略判断这只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回调动作。价格当前已经下跌有接近30%的跌幅，观察到当前价格已经下行到4小时 Vegas 隧道附近，我们假设价格会在此出现停止行为，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个假设做一个具体的交易计划。进入第一步，开仓的依据。4小时 Vegas 隧道与前期密集成交区还有需求区形成3重阻力共振，当第一根4小时 K 线打入 Vegas 隧道时，可以观察到量能开始急剧攀升，说明这个3重阻力的共振区间确实存在着大量可以阻止价格停止下跌的订单。接着我们切换到1小时级别，可以看到价格打入4小时 Vegas 隧道的 K 线分形到1小时级别出现了2根长下影的 K 线，说明同时间的多头订单累计过快，上推了价格。继续看1小时级别的 MACD 也出现了完美底背离，同时 OBV 也已经走出震荡，并且超过下跌前的水平，多方面印证了这个区域大概率分布着足以推高短期价格的堆积订单。由此，我们决定跟随大资金入场，吃这一波短线波幅的红利。第二步就是选择入场的时机。我们可以在 Vegas 隧道的上中下区域分批挂单买入，也可以等1小时级别 MACD 出现虚线，同时多方印证后直接吃单。第三步是概率的评估，比如这笔交易是顺大逆小的顺势交易，并且有订单供需量能裸 K 指标全方位印证一个操作方向，我们可以就此给这次交易一个主观的胜率评分。概率大，仓位就可以适当加大；概率小，也就只能小仓位试试水。概率评分表格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私信我索取。第四步就是下单的仓位，也就是不同位置介入多少仓位。比如看完4小时级别后，我们决定在 Vegas 隧道的上中下位置分别挂多少张的多单，或者在1小时出现多信号印证后一次吃进多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总资金算出一个比例。大概率的订单不能犹豫，小概率的订单也一定果断放弃。建议是低风险交易，不论主观得出的概率是多少，杠杆最多是总资金的2到3倍。第五步，平仓的设置，也就是止盈和止损。我们可以根据4小时 Vegas 隧道止损，比如在隧道下方，也可以根据需求区止损，再或是前低、量能最大位置附近等等，或是根据下单量的固定比例止损，比如自己规定只要损失超过 5% 就止损。也可以分阶段分批止损。还有一种值得说的叫成本价保护止损，简单说就是等价格突破关键阻力区后，就形成了一道阻力屏障，这时候就可以把止损推高到入场价位置，这样就成功实现了无风险交易。止盈也可以分批止盈，比如第一目标设置在1小时级别 Vegas 隧道附近，第二目标设在供给区附近，再或者固定百分比止盈，比如说你就想赚 5% 或者 10% 的固定比例，就很心满意足了，这也都是可以的。以上就是我们交易前要做的准备工作，接下来就是交易中期的执行阶段。我们可以在 TradingView 上设置好关键位置的警报，价格达到警报就按计划操作，比如当价格下穿 Vegas 隧道 EMA 144均线时，设置一个警报，等警报提醒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这种入场后要时刻观察走势是否偏离了前期的判断，是否需要调整交易计划。做交易的过程就是不断假设、验证再调整的过程。市场虽然是多变不可测的，但是我们可以逐步完善我们的交易系统，争取让每次的假设都越来越接近真相。
直到价格达到盈利目标，交易就此完成。如果价格先行打到止损位置，这笔交易也要到此为止。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交易后的复盘阶段。交易后的复盘，记录盈亏原因，优化交易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每笔订单为什么亏损，为什么盈利，是计划之中还是意料之外，都要尽可能做到心中有数。复盘行情是在交易市场成长最快的方式，相当于用快进的方法走过别人漫长的交易旅程。复盘、总结、优化，再复盘，再修改，这个过程应该成为你的交易习惯。这其中的好处，真的是只有试过才知道。这就是我们交易前、交易中和交易后系统的交易流程。按照这个框架做交易，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做单的盘感。那是一种熟能生巧的反应，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感觉。我认为的交易系统就是一套监控市场走势，同时约束人性的规则。它能够根据行情的变化，给出绝对化的开平仓指令，能够根据风险的大小，计算出可以使用的资金和下单量。通过这些既定的规则，限制住交易者最不确定的感觉。无凭无据的感觉是最不可靠的。好了，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以免错过更有利可图的交易策略。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拜拜。